那其实医生他们都觉得看我那个片子的状况，都觉得我居然还可以活到现在，这是可能我每一天的存活都是一个神迹啊！搞不好这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后一个晚上，我应该不要那么早睡觉，可是我一下子又睡着了。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那这段时间呢，我一直没有上视频，因为我就是回了一趟国，那很开心今天又来到这里。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朋友，她的名字叫 Sophia。那 Sophia 姐妹呢，她目前是在一家地产公司做就是房地产的工作，对吧？就是地产经纪人。然后同时呢，她也是在服侍许多的年轻人。她跟她的先生一起有一个青年人的一个团契。那今天想要来访问她呢，也是因为我刚从国内回来，然后听到索菲亚讲她上一次回台湾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情。那欢迎索菲亚。嗨，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借着露丝的频道跟大家见面。对，索菲亚她其实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今天我们主要想分享一下她上一次回台湾的故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不可以用很简短的、大概的给我们概括一下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其实是4年前就有，在 COVID 之前就有想要回台湾做个健康检查，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检查很贵嘛。那我其实是身体有一点点，因为更年期的状况有一点点异样，所以就想回台湾，就是再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检查。然后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后来在那边发现了我自己居然有一个从出生开始就有的疾病，而且是蛮特别的一个心脏血管的畸形。就是我从小的话，我的那个动脉跟静脉，那个冠状动脉跟静脉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现在跟很多人讲，很多人如果你学过生物，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动脉就是动脉，因为动脉是带氧血，那个静脉是一氧化碳嘛，那怎么可能会动脉跟静脉连在一起？可是我从小是这样，就是我那个就是心脏最重要的那个冠状动脉一出来就被静脉就有一支分支到静脉去，所以我那个动脉就要做 extra work， 所以我的动脉就大概是正常的3到4倍出。那医生说，如果再这样，就是像我这个年纪，这个动脉如果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它会有机会破掉的。那其实医生他们都觉得看我那个片子的状况，都觉得我居然还可以活到现在，这是可能我每一天的存活都是一个神迹啊！你之前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你的心脏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吗？其实我是有发现说就是有几次可能在回去之前，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晚上，就是半夜的时候心脏突然可是后来我起来上洗手间之后，后来就没事了。那时候我曾经有想过说，如果我还觉得那么不舒服，我一定要把我的家人叫醒，然后送我去医院。可是后来没事了，所以我也没把它当一回事。对，所以你其实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心脏会有问题，然后突然就是回到台湾，然后人家给你一个检查报告，然后告诉你的心脏是这样子的，那随时都可能会走。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自己信主很久哦，我觉得神很了解我的个性哦。其实我在那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因为在美国，我觉得我在家里就是家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在处理，然后我也在团契，就是带领很多的年轻人，所以常常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听一个别人的 case 一样，我在听到底是怎样，然后应该要怎么解决，就是变成我自己心里觉得是又有一
一件麻烦事要处理，可是在当下没有很快的说连到说是自己身上，而且在那个时间点事实上蛮特别的，就是说我在回台湾之前呢，在我们的团契里头有一个小男生，他其实20几岁，可是他大概1年多以前，他在美国 Stanford 里头做了一个心脏的外科手术，他甚至是把那个心脏停了20分钟。那个时间他在团契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下面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他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去经历这么可怕的一个手术？因为我一想到把心脏停20分钟，我觉得这太可怕。可是我当下在听到医生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说，哦，现在好像是 It's my turn， 那个惧怕的感觉可能没那么多。哇，那你当时有想过回美国吗？回美国来做治疗？我当初第一个想法就是回美国做治疗。可是我在问了那个小弟兄说他在美国做治疗，我也跟他拿了那个医生的 information 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医生他已经不收新的patient，所以你就在台湾找到了合适的医生，但是听说这也是有很多的奇妙的安排。对啊，因为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我真的会觉得真的都是神很奇妙的安排，因为我就是去年我在转换教会之前，我刚好跟我以前旧教会的牧师非常的 close， 所以我有很多圣经上的问题啊，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我有常常去就是问我们那边一个牧师，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他比较熟，所以后来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在台湾发现我有的这个疾病，我是请他帮我祷告，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爸爸也经历过很多的心脏手术，他说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些心脏方面的一些资讯，可以请教他父亲。那刚开始他跟我讲他爸爸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因为是美国的牧师嘛，我以为说他爸爸是在美国，就没想到他爸爸在台湾。结果其实是他父亲主动先联络我的，所以我也蛮感动的，因为他的父亲应该是70几岁吧，他马上自己先联络我，然后他马上跟我讲说，姐妹啊，我可不可以去探访你？住在台湾的哪里啊？那个我可以去探访你。那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是觉得很窝心哦。那比较特别的是，当他告诉我说你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地址的时候，他居然是住在那时候我在台湾2个半月里头，只有1天住我哥哥家。那一天我就住我哥哥家，他就住在我哥哥家的巷子口。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讲说那他休息一下，下午吃完个饭再走路过去探访你。我听了真的觉得好特别啊。那其实我就是觉得说这个整个事件的发生，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决定在台湾治疗的因素。所以你就觉得是神他都自有安排就不是说你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对，我是用了他的主治医生来帮我做手术。那你做手术之前什么心情？有害怕吗？有紧张吗？我一直以来我一直很喜欢圣经里头的一句话，就是神让我们成为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看。那我不管是在服侍，或者是在我的整个过去的人生里头，我觉得我的生活很戏剧化。我觉得神好像让我先去经历一些事情，所以当弟兄姐妹有问题来到我面前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可以以我过去的经历去安慰他们。那时候我自己心里觉得说哇，神你又要我演哪一出戏啊？只是这出戏好像有点可怕，如果演不下去，可能就去你旁边了。我从来没有一次回台湾有这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
我不管到哪里，或者我经过的一些事情，我都可以看到神。对，就是我觉得说都在周围围绕着我的感觉。我不管去游玩的地方，就是甚至都可以看到路边好多的那种圣经经节啊什么什么。我不晓得，从来没有一次说回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也会问为什么是我。对，因为当有时候你不忙碌的时候，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在想说，为什么神你每次都挑我？那为什么是我？那你觉得神有回答这个问题吗？我觉得神的恩典太多了，所以我甚至有很大的感动，是要把我的余生都给神用。所以有一次就在教会的一个一个牧师来做宣教吧，我已经忘记我真的是完全忘记那个牧师是谁。可是他在前面呼召的时候，我就走出去了。那我其实不是因为牧师讲的感动到我，而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头，我觉得神已经预备我的心。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我就觉得我的余生要为神所用，所以我就那一次就走出去了。可是我觉得从那个之后，我就觉得神在我的生命里头真的放了很多的见证，在我的生活上发生。我每个一阵子，几乎每个2、3个礼拜，我几乎都有一个新的见证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听说你好像也是在那段时间也，神也借着一篇讲道来确认你心里面的这个感动，就是为什么是我？对，就是刚那件事情其实也蛮特别，因为事实上是一个姐妹邀请我去她的教会去参观，看他们教会那个圣诞特会。我不是那么想去，而且最主要是就是一个圣诞的一个表演，然后我1月初我又要去做 surgery，所以我本来想说尽量不要去，可是那个姐妹一直想要我去，所以后来我去了。然后我只觉得说，其实圣诞节基本上讲的就是一定都是把耶稣降生那个整个重演一遍。可是那天其实很特别，他在演那个的时候，光演到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圣灵感孕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为什么是？就是玛利亚会问神为什么是他，我也在想为什么是我。我觉得神你过去让我的生命里头已经有这么多的的起起伏伏，这么多的困难，虽然说我都一一的走过，然后现在我不知道，对啊，那为什么这次又要我演这个戏嘛？我就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是我，然后我真的也没有想到那个牧师那天的正道。居然讲的就是为什么是我？那个部分很感动我，因为他在 challenge 我说，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真的交给神？如果你真的交给神，你绝对不会去问说为什么是我？那是谁定掉你的人生？所以那天我整个听他的那个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真的好被 touch 到。我只觉得好吧，如果是这次要演这样的一出戏，那就只好演。就被选中了。对，我有一种被选中的感觉。好，那讲到这个做手术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或特别的一些经历？其实，在做手术的那段过程，其实想一想，其实蛮可怕的。我是清醒的情况下做的，对，所以我从头到尾有听到他们在做我的手术的过程，然后我一直听到医生跟护士的对话里头，我知道都是失败。对，所以而且医生那时候跟我讲说，其实我这手术应该不是那么困难，他说应该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他说其实是罕见，但不是那么困难。可是他真的帮我做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失败。我中间我也不太敢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对，然后到了第4个小时，他才开口跟我讲，他是说他
一直做不成功，因为我的血管太粗，然后我的血流太强，所有的东西放到里头，全部都被那个血液冲走。他就说，就像一个风筝，然后你放进去就断了线，这样子，所有东西都被我的血液冲走了，所以没有办法。那我在过程里头，我都一直有听到他们觉得要栓塞的那个东西，就是一本厂商做出来的最大的 size 都没有办法塞住我的血管。你那个时候听到他们这样的对话，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4个多小时，我觉得我好像在回忆我所有的人生。哇，我也在想我所有的人生，然后我也跟神讲说真的就是这样吗？然后我也是在想，我一直在问神说，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本来蛮好的，本来是在我开刀的同一个时间，他们说要帮我同步祷告，结果因为我的手术 delay 了5个小时才进去，所以他们大家都去睡觉。然后，所以我在那手术的时候，我也跟神讲说，你真的要让这些弟兄姐妹失望吗？当他们明天醒过来的时候，知道我手术废了。对，我问了神好多的问题。对啊，所以那4个多小时真的不是人过的。我只能跟你讲，不是人过的，真的很难受，很难受，而且每一步你真的都不晓得你会不会生命就终结在那里，你也不知道。对啊，然后后来是到了4个小时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讲，他说我们一直做失败，那我现在因为心导管它可以从手部还有从手膝部，然后他就说那我还要多开一个。他说我这样子2只手做事比1只手做事利索一点，然后他就跟我讲，那其实那时候告诉我的时候，我本来想跟他讲说算了，也不要试了，因为你真的很害怕，真的，他一直失败的时候，你真的更怕说他会不会怎样，让你的血管怎样，真的会怕。只是我还要跟那医生讲话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讲了，我们也好累啊，你看我都没吃饭，我帮你做得很累，你不要再讲话了。然后他这么一讲，我自己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因为没错啊，他真的是在那边就4个多小时。对啊，我那时候算一下时间，他真的没有吃中饭，所以我觉得，哎呀，对啊，我不敢讲话。然后不敢讲话之后，他要开始做，可是我后来又受不了了，我又叫他，我就说医生，让我再讲一次话。然后他就说好啊，那你要讲什么？我就会说你真的有足够的那个器具可以塞住我吗？那他就说有啦有啦，他就这么讲。然后我就说 OK 好吧，那如果这样子，那就只好让他们试嘛。那刚刚讲完之后，我自己也不晓得，我真的是觉得，我又觉得我好像很对不起他，让他做那么多小时又失败，我又叫他，我说医生，他就说干嘛？我就跟他说哦，anyway，谢谢你。然后那医生就跟我讲说，哎，我还没有做成功，你谢我干嘛？他说我们再做1个小时就好，如果1个小时还是不成功，我们就放弃。我自己觉得我在那里的那个体力，我也不晓得我可以再撑多久，真的很可怕。那时候反正还好，就大概开了第2个心导管，还算蛮快的。我就听到他说成功，对呀。然后他说成功了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感谢主。我听得好高兴哦，真的听得好高兴。然后，可是他自己讲完感谢主，居然后面马上加了一句：虽然我不是基督徒，因为他自己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后来又讲说，可是我们团队里头有人是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他也很 agree， 有一些事情真的是 miracle。对啊。其实，因为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一出生可能就发现他的这个问题，然后就做手术，很多人也就好了。他之后成年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对。但是你是这么晚才发现，听你刚才分享，我就在想，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在这么多年，他其实都在
预备你，就是一直都在让你去经历它，然后你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深，然后你对它的信心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时候让你发现这个疾病，其实你没有那么多惧怕，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你反而是可以就是像刚才你讲的啊，你觉得神就是要来使用你，也让你再次来经历他的这个恩典。对，所以就是你的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现在的心态跟30年前的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30年前神让你发现这件事，这个心脏有问题，我想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你可能吓都吓死了，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担忧，就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这些情绪都会有。但是因为这30年神一直在不断的操练你的信心，所以你知道这个不会怎么样的，就是到最后你还是会去见证他的荣耀，所以神就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让你经历呀，这是我自己听下来的感受哈，我就觉得就像你最后说的，都在神的这个掌握中啊，不管是谁经历、怎么经历、什么时候经历，都是神自己策划的。我在台湾等治疗的那一段时间，事实上我每天都好吃好睡，对，然后甚至我本来觉得说我隔天要开刀，那一天晚上应该可能没办法睡觉的，我甚至就觉得搞不好这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后一个晚上，我应该不要那么早睡觉，可是我一下子又睡着了，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然后可是事实上我在美国我有失眠的问题，可是我在等待看病的这一段时间，居然没有那个问题。超自然的平安。对，我觉得那个超自然的那个平安，我实在没办法去诉说，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信神的人真的不一样，而且我包括整个看病的体验，其实我有录整个 YouTube，当然除了这个访谈，你们也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我觉得其实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苦难，可是真的是放在我们心里有平安。很多人可能来问基督徒说，他觉得你们自己嘴巴讲的，可是我也觉得那个平安也不是说你一个人你就可以这样子表现出真的是超级平安而没有任何的感觉。事实上，我觉得你的周遭、你的所有的环境会造成，在我身上是我周遭所有的环境跟人事物可以让我有那个平安的感受。我实在很难想象说，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主，我在勾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一个亲戚那时候也生病，他就会说，哦，他在这个世界上做过很多的好事，为什么这个事情领到他？可是我好像没有想这个问题。我想我也照顾过很多年轻人，我倒不是这样的去 question 啊，你觉得神让你这样子又活过来，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感悟，对你的人生，对你接下来的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开启？我不敢讲别人怎么看我的人生，我自己看我的人生，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我可以活得精彩。这是我的感觉啦。或许别人觉得你这有什么好精彩，可是我自己觉得我活得很精彩。我觉得我的所有的道路里头，我常常觉得 surprise。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 surprise，然后那个 surprise 让我真的越来越爱他，然后快乐。就是说，虽然就是在苦难中，可是神与我同在。我走过之后，我真的可以高喊哈利路亚，因为那是我觉得别人夺不走的东西。对，刚刚说到惊喜哈，我想你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听说你在这个手术期间还卖了一栋房子，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惊喜吧？没有，这也是我跟昨天我还跟我老公讲的。我跟我老公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太了解我的个性。
那我是跟我老公说，其实我习惯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不是忙business 忙客人，就是忙教会，所以我习惯是一个停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说，我觉得其实神真的很奇妙。那当然，其实我没有健保，所以那个 business 是 刚好佣金可以 cover 我在台湾的医药费。可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能够忙碌。对，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以好吃好睡，然后那个就是那个 case，我还是得要做一些处理，还是有一点点小事情要忙。对，然后我还要忙着到处玩。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经历真的很好，然后真的包括帮我客人也可以吕梦帮他买到那栋房子，然后整个我只能说感谢神啊，我真的只能说感谢神，因为他太知道我，他太知道我，我如果真的是在那边什么事都没做的话，可能更容易乱想。真的是很奇妙哈，这真就是，哎呀，我觉得很多人听了这个故事都是，一方面捏一把汗，一方面又觉得哇，真的是，为你感到高兴。你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到最后，从一开始的这种好像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到最后其实是个好消息。对，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心脏疾病的话，可能，对不对？就是以后再过不知道多少年，可能那个时候再来发现，也许那个做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就更低了。对，所以我觉得对，其实这个时间刚刚好，时间地点。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常在想，如果再慢一点，因为这一次看起来是就是那么刚好可以把它塞住。如果说再慢一点，大概塞不住。对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发现的话，我真的随时爆掉，我就随时就死。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神把我的性命留存下来。所以这一年就是从回来到现在，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让我的余生更为神所用，因为是他把我救活的。对，嗯，好啊，谢谢 Sophia 的分享。对，所以我相信这一期节目也可以真的鼓励很多人。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广传出去。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他们家人正在经历，特别是在心脏方面的一些挑战的话呢，那你可以把这个视频传给他们，也许可以真的是神会借着这个视频来对他们说话。对，那刚才Sophia 她提到她之前也录过一些视频，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链接放在我的这个视频的下面，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比较完整的版本，就是整个这个手术还有医生等等很多 detail，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分享，但是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些别的分享。所以很高兴今天 Sophia 可以来到我们中间，也欢迎她可以继续来，我相信她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所以请大家别忘了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点赞转发希望这个视频这个频道可以祝福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拜拜。